在中国西南边境有一个自称虎人的部落，他们不拜佛，不拜神，只拜老虎。他们的祖先不是盘古开天，而是从一个葫芦里爬出来的。女人剃光头，男人是烟成瘾，小孩5岁学抽旱烟，吃饭要配2年发霉的腊肉，还说那叫香。他们的语言没有文字，葬礼用唱的，祈祷靠跳的，男人造访，女人剃头，全靠一套几千年的祖训。这个活在传说中的部落，如今仍真实存在。他们的生活几乎与现代世界断绝，却保留着某种令人震惊的秩序感与仪式感。今天，就让我们带你深入边境密林，寻找这个神秘部落的前世今生。他们不是神话人物，而是真实存在于中国云南边境的拉祜族。你可能在很多历史课本里从来没见过这个名字，但他们的人数却不算少。根据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，他们的人口超过70万，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澜沧、孟连、西蒙、临沧、普洱、双江等地，也有不少散居在东南亚的缅甸、泰国、老挝、越南，甚至马来西亚。他们是一个跨境民族，在5个国家同时生活，但语言、服饰、信仰、礼俗却几乎一模一样，像是被封存了几百年的平行部落。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称号——葫芦民族。你可能会以为这只是因为他们爱种葫芦，或者屋里挂满葫芦，但真正的原因远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。这个民族自称，他们的祖先并不是盘古女娲那一套，而是从一个天神种下的葫芦中诞生的。在他们的族语中，祖先这个词就直接翻译成葫芦里出来的人。传说在混沌的远古，天地尚未分开，一位叫厄沙的神灵在山间巡游，他用神力在地里种下一颗巨大的葫芦，准备孕育人类。等葫芦熟成后，一只老鼠咬破了葫芦皮，2个孩子从中爬出，男的叫扎迪，女的叫纳迪。没有天地，没有教条，从一开始他们就只靠彼此，在丛林里学会生存，繁衍出拉祜这个民族。这个故事在我们眼里像传说，但对他们来说是家谱第一页，它以歌谣的形式被完整传唱了几百年，从没有断代。而这个葫芦从来不只是一个容器，更是一种图腾，一种穿透拉祜族衣食住行、生死信仰的核心标志，远远超出农具或器皿的概念。在婚礼上，葫芦要摆在正中，象征祖先之眼；在葬礼上，魂灵必须从葫芦通道返回祖地；在新房盖好前，屋梁上必须挂一个干葫芦，否则祖灵不入住。他们相信，每个人来自同一个葫芦，也将回到同一个葫芦中。但比来自葫芦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对老虎的态度。这个世界公认的猛兽，在他们眼里是可以吃的。拉祜族是中国唯一一个历史上有吃虎肉传统的民族。别误会，他们不是野蛮人，吃虎肉从来不是为了填肚子，而是一次通神的过程。在早期的拉祜社会，生存极其艰难，没有稳定耕地，靠山吃山。而森林中最强大的生物老虎被视为神灵的化身。祖训规定，如果打到一只虎，必须全族祭祀，仪式包括敬火神、祭山神、请祖魂，用芭蕉叶包裹虎肉，埋在火塘里慢烤。最年长的长老吃第一口，象征祖灵尝过，最后一块肉永远留给火塘，送还给山神。这不是吃肉，是献祭；这不是野性，是信仰。我们不是杀虎，而是接受神给的考验。一个100岁老猎人曾这样说。而在语言中，拉祜2个字本身就是虎人的意思。吃虎是象征你已成为真正的拉祜。当然，现代社会早已不允许猎虎，真正吃虎肉的传统已经终结。但吃虎这件事已经从具体行为转化成一种文化记忆，一种精神上的仪式。如今的虎肉变成了拉祜族风味的腊肉与野味，他们仍然在火塘上熏着腊肠，挂着干肉，吃的时候蘸上木姜子与野山椒，说那叫有虎味。他们说，我们不再吃虎，但我们依然是虎的孩子。在这个来自葫芦、敬拜老虎的民族里，最让外人惊讶的却不是吃虎肉，而是2个画面。
一是剃光头的女人，头顶只留一缕细细长发，在烈日下微微飘动；二是5岁孩子叼着烟斗，坐在火塘边，学着长辈的样子，深吸一口，缓缓吐出。如果你误以为这是贫困或愚昧造成的落后，那你可能看不到其中隐藏的文化智慧。在很多拉祜族村寨，走进婚房，你可能看到一个奇怪的场景：新娘在婚礼前被人围住，当众剃头，刀光划过头皮，整个头颅剃得锃亮，只在头顶留一缕发髻。这不是羞辱，更不是惩罚，而是一个庄严的仪式。拉祜人认为，头发是浮华的象征，把它剃掉，是将个人的欲望归零，准备进入一个新的角色：妻子、母亲、家庭的守护者。那一缕保留的魂毛，是一个女人对祖灵的承诺，这不是装饰，而是灵魂的根。但这种习俗并非一开始就存在，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的动荡岁月。历史上，拉祜族曾长期游走于中原政权、南诏、大理国、缅甸山地王朝之间，常常成为掠夺对象。为了避免女性在战乱中遭受伤害，族中的长老们下令剃光女子头发，让她们看起来不像女人，从而在乱军之中隐身。这项临时措施在几代之后，竟演变为了一种固定传统，成为了已婚身份的象征。拉祜人说，剃光头是让祖灵知道你有人家，是让男人知道你不是随便的人。除了避祸功能，剃发也是一种母系残余的仪式痕迹。在部分拉祜支系中，早期是女性主导家庭，掌控田产，男人需要入赘。这时，女子剃头并非屈服，而是一种家主仪式。甚至在某些村寨，婚礼时是女子家请客，女子挑日子，女子决定是否剃头。直到今天，拉祜老一辈仍然坚持每隔一段时间重新剃发，表示魂毛未断，誓言犹在。在他们的眼里，光头不是丢脸，而是比头纱还神圣的嫁衣。但随着年轻人越来越多接触外部世界，这项传统也在悄悄转型。你会看到一些年轻的已婚女性不再剃得一干二净，而是用头巾包住，象征性的流出魂毛。还有人干脆在头顶染一缕彩色发丝，以新传统的方式留住旧记忆。他们说，我不想完全剃光，但我还记得那缕魂毛的意义。他们的身体正站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之间，而他们的头发就是这个民族变迁的见证者。火塘边，5岁的孙子正学着爷爷的模样，笨拙地叼着一只小烟斗。这不是儿戏，而是拉祜族神圣的成人礼。在这里，每一只烟斗都是祖传的圣物，是男人与神灵对话的媒介。每位拉祜男子都必须拥有自己的烟袋锅，它不仅伴随日常，更是重大仪式的关键。建房、祭祖、迎婚、葬礼，每当此时，袅袅青烟必须吐向四方，为的是清场净地，向祖灵求得许可。老人们常说，没有烟就不能动手，没有烟就进不了门。烟斗的粗细、雕工，甚至经年累月熏黑的痕迹，都是地位与灵力的象征。外人或许难以理解5岁孩童抽烟的习俗，但对拉祜人而言，这第一口烟意味着祖先的祝福，是成为真正男人不可或缺的洗礼。他们不相信血字传承，只相信火、烟和歌。所有的祖训、礼仪、禁忌都在烟雾缭绕中完成传递。拉祜人的家没有客厅，也没有厨房，只有火塘。火塘中烧的是柴，也是祖先的骨灰；上面挂的是肉，也是时间的纪念。烟从火中升起，带走疲惫，也连接过去。每天黄昏，老人会围着火塘讲祖先的故事，孩子们坐在一旁，有人打芦笙，有人磨刀，有人练抽烟。这不是家务时间，这是每日的祈祷时间。在外人眼里，这是旧，是苦，是原始，但在拉祜人心里，这是一种秩序，一种安全，一种能抵挡世界变化的根。他们说，只要火塘还在，我们的祖先就没有走远。人类学研究证实，拉祜族是古羌人南迁的后裔。2000多年前，青海湖以东生活着一支以游牧、狩猎为生的族群——地羌人。他们逐水草而居，
逐兽而迁，在河西走廊、川西高原、巴蜀边界留下踪迹。但随后几百年间战争不断，春秋战国后期秦军南征，西汉初年低羌卫避战开始分批南迁，到唐宋时期，部分羌人已深入云南甚至中南半岛腹地。这些在地图上被忽略的小线条，最终构成了一个民族的脊梁。拉祜族没有国家，但他们有完整的足迹版图。东路从川西金滇东绕过哀牢山进入景谷，西路从弥渡翻澜沧江驻扎临沧、普洱，最终一部分人穿越中南山林进入缅甸、老挝、泰国。这条路线如今被人类学家称作东南亚游猎南迁走廊，而拉祜人正是这条走廊上最顽强的生存记录者。你可能听过盖房子很难，但在拉祜族，这是一条祖训，房子必须一天盖完，盖不完就不能住。听起来不可理喻，背后却藏着他们漫长迁徙史的印记。拉祜人早年无定所，动辄搬家，山头一个不安宁，整村就拔寨而起，迁往下一个山谷。于是他们发展出一种快速搭建、方便拆迁的建筑方式——木长楼。用竹木为材，不打地基，每根柱子有固定长度，框架可通用拼装。火塘设在中央，屋内无墙分间，全家围炉而居。为什么一定要一天盖完？因为他们相信，若房子过夜未完，魂会中途跑走，不愿进入这个家。这种超现实的说法，其实是迁徙文化的心理残影。在动荡中，只能快见快走，速度等于安全。更奇特的是，许多村寨还有另一条规定：3年必须重盖一次房子。有人问，房子没坏，为什么要拆？老人回答，魂久居一地，会变旧，房不换，福也不换。这不是实用主义，而是一种极端的时间仪式感。家不是永恒的住所，而是暂居人间的一处中转站。可当现代建筑涌入，钢筋水泥代替了木梁竹瓦，这些规矩正在被打破。年轻人说，我们盖得更牢固，老祖宗应该高兴。但也有人忧虑，屋子是新了，可魂还会住进来吗？在多数人印象中，原始民族都是男主外，女主内。但在拉祜族，性别分工是一幅完全反转的图景。男人的传统技能是吹芦笙、编竹器、盖房子，打猎以退场，耕种交由女性负责。甚至在一些村寨里，女人要外出干活，男人则负责陪火守家。有人打趣，拉祜男人会的就是跳舞和喝茶。但这并非贬低，而是传统角色的一种极端精细化。男人必须会打芦笙，因为祭祖、婚礼、葬礼全靠他一人演奏。男人必须会搭木屋，因为房子能否封顶决定魂能否入住。男人必须守火塘，因为火不断，家才在。相比之下，女性承担了大部分家庭经济与劳务输出，包括育儿、种地、煮饭、进山采药，甚至直播卖茶。可以说，拉祜社会中，男人掌控仪式，女人掌控现实。但现在，这个边界也开始模糊，女孩也开始打芦笙，女人主导盖房设计，男人背上小孩下地直播、做菜、讲故事。他们不吵不闹，不高喊平权或革命，只是默默交换了彼此的工具与身份，用一种温和、含蓄的方式把性别分工重新定义。就像他们的烟一样，表面上缭绕混沌，其实早有秩序；就像他们的房子一样，看似松散破旧，其实稳定如山。很多民族靠书写留下历史，但拉祜人却靠一团火、一首歌、一个老人的口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没有石碑，没有史书，甚至没有族谱，却有一个被代代相传、永不熄灭的文明中枢——火塘。这个构建在屋中央的小小火坑，既不是做饭的厨房，也不是取暖的壁炉，而是整个拉祜社会的精神坐标原点。长老说，火在，祖先在，火灭，家就散了。拉祜人的生活，一切都围绕火塘展开。婚礼前，男女要共同为火而坐，请祖灵见证承诺。葬礼时，死者骨灰也要撒入火塘，象征归火。每晚吃饭后，全家必须围火团坐，抽烟、
讲故事、唱歌，全都不能跳过。这不仅是生活方式，更是一种社会组织结构。火塘是最早的议事厅，最原始的学校，最稳定的剧场。没有火塘，就没有家。即使搬家，火种也要从旧屋带到新屋，用布包着，昼夜守着，不能熄灭。在现代社会里，这种执念或许难以理解，但对拉祜人来说，这不是仪式，而是信仰。拉祜族人不会写字，也不背书，却通过围绕火塘跳打歌舞，传承历史与文化。顺时针走代表丰收，跳3步退1步，模仿祖先的重生节奏。孩子们从小看着跳，听着唱，学会族群的所有故事。这是拉祜族的舞指文明，通过舞蹈存档文化。在火塘边，每一个孩子长大的第一堂历史课，就是听大人讲姆帕密帕。这不是一本文字记载的史书，而是一部长达7天7夜的创世歌谣。它讲述了从宇宙混沌，到葫芦运人，到天神与凡人的战争，到祖先如何制定婚礼、生育、建房、祭祖的规范，形成了如今拉祜族的世界。最令人震惊的是，这套口传文本没有断过代。你现在走进普洱或临沧的一些老寨，仍能听到老人完整唱出整部姆帕密帕，哪怕他们从未识字。在这个用传说活着的民族里，歌就是律法，调就是时间，旋律就是文明的年轮。很多学者不敢相信，在一个没有文字、没有书写的部落中，居然能完整保留一部如此结构严谨、语法统一、节奏分明的史诗文本。你可能以为，这样的唱文明方式在现代社会会逐渐消失，但奇妙的是，它不但没消失，反而进化了。如今的拉祜年轻人开始用新的乐器、新的方式延续祖先的旋律记忆。有人用吉他弹唱姆帕密帕，用汉语混杂族语 rap 形式重述神话；有人用短视频记录火塘边的打歌，用电子音乐采样芦声音色。有村里的女孩把祖母唱的情歌录下来，加上节奏重新编曲，在抖音爆红。他们没有背叛传统，只是换了一个出口。这或许正是拉祜文明最柔韧的力量。它不靠文字，但它从未沉默；它不靠编年史，但它从未失忆。它只靠一团火、几句歌、一个舞步，就能穿越百年千年，带着祖灵的声音继续往前走。在云南西南的老达堡村，30年前，这里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贫困村。村里没有公路，没有电力，甚至没有一把像样的椅子。但一把吉他改变了这个村庄的命运。村民严文甩用卖猪的钱买了一把2手吉他，开始自学拉祜民谣。从那时起，吉他的旋律在村中回响，唤醒了沉睡的音乐血脉。村民们开始聚在一起唱歌、弹琴，甚至组成了村民合唱队，用自己制作的乐器伴奏。随着网络的传播，老达堡的歌声逐渐走出山外，吸引了各地的关注。最终，村里的歌声打破了边界，登上了央视春晚，成为最会唱歌的中国村庄。曾经，这个村1年不进1个外人，如今却每天迎来上百游客。当地民宿和手工艺品店纷纷开张，年轻人回流，开始教唱歌和推广家乡文化。歌声不仅带来了经济改变，还成了文化脱贫的典范。你走进现在的老达堡，会看到老人坐在院中晒太阳，手边就是那把陪伴了30年的吉他。孩子们放学回来，第一件事不是写作业，而是围坐火塘，弹琴唱歌。歌声穿过竹林，飘向茶山，又回到寨中火塘边，就像他们的祖训那样，歌唱1日3次，早唱唤祖，中唱问路，晚唱谢神。30年前，这里靠山吃山；30年后，这里靠歌吃饭。而歌，正是他们最真实的语言。老达堡没有高楼，没有喧嚣，甚至没有几条完整的柏油路，但却用音乐这件最温柔、最坚硬的工具，悄悄敲开了命运的边界。没有多少人想过，一个村庄可以靠弹吉他改变命运，但拉祜人做到了。他们用祖先的旋律，弹出了自己的未来。这不是奇迹，这是拉祜的方式。拉祜族的日常藏着一整个山林文明的味道。早晨，他们用火塘烧水泡茶，不是我们常见的绿茶红茶，而是烤过的茶叶，
先把茶叶放进铁壶中炒香，再倒入山泉水慢煮，茶汤黑亮，香气中带一丝柴火的焦味，被称为雷响茶。配茶的是他们最独特的早餐——发霉腊肉。这种腊肉挂在屋梁上，经年不动，表面长满白霉，却越放越香，是拉祜族眼中的极品。有时他们还会上山捉些昆虫，比如竹虫、蜂蛹、蚂蚱，用辣椒和木姜子炒香，做成一桌虫子宴。但拉祜人的厉害不止在吃，还在懂草。谁肚子痛，谁骨头酸，村里的老人不用看病，直接上山采药。一株龙血树能止血化瘀，一把山狼草能退烧解毒。这些草药密码是代代相传的生存法则。更特别的是，他们很多人并不只生活在一个国家，今天在云南，明天可能就在老挝或缅甸。拉祜族是典型的跨境民族，边境线对他们来说从来不是阻隔，而是通道。他们的亲戚可能住在另一边的山头，但说着同一种语言，跳着同一支打歌舞，用同一把火塘煮茶、烧肉。在外人眼里，他们像是活在另一个时空的人，但对他们自己来说，这种生活才是正常。在拉祜族的世界里，人生的每一个转折都系着一根看不见的线，但他们真的会用线来拴住命运。这就是拴线里。孩子出生要拴线，青年远行要拴线，结婚时也要彼此拴线。拉祜人相信，一根白棉线可以连接人的灵魂与祖灵，拴在线上的那一刻，是对命运最庄严的承诺。老人在火塘前轻轻念咒，将线系在手腕或脚踝，说的是祈福，系的却是护魂。他们相信，人活在世，魂魄极易游离，特别是在新生、离别、婚配这些关键时刻，一不小心魂就会走散。而这根细如发丝的棉线，就是引魂回身的路标。到了今天，拴线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宗教意义，变成许多拉祜年轻人的精神寄托。有的人离家前让奶奶给他拴上衣线，说那样自己不会迷路；也有人在婚礼上重新举行拴线礼，只为了让祖先知道我已成家。而当生命走向尽头，线要松开，魂才可以上路。拉祜族的葬礼仪式同样奇特，有人火葬，有人土葬，但最特别的是葫芦葬。老人去世后，家人会在火塘边摆上一只空心葫芦，说这是祖灵派来的魂舟，灵魂要从火塘进入葫芦，再由长老用歌声和香烟指引他回到祖地。葫芦里来，葫芦里去，人生不过是一次短暂停留。他们相信死后会回到天上去，那里也是火塘为座，祖先为孝的地方。他们不怕死，因为他们知道那只是灵魂回家的过程。然而，这样的拉祜生活正被悄悄地剪断。在许多村寨，年轻人已经不再说族语，拴线里成了拍照的装饰，火塘只是烧水做饭的角落。母帕密帕还没唱完一半，就被手机铃声打断。语言的流失是文化消亡最无声的倒计时。拉祜语没有文字，只靠口耳相传。以前孩子围着火塘长大，自然就会说、会唱、会记。但如今很多家庭为了让孩子考上学，不再说族语，甚至把它当成耽误前途的拖累。学校只教普通话、英语，民族语言成了课外的兴趣爱好，甚至不在课表上。一边是升学压力，一边是祖先的歌，孩子只能选一个。而当语言断了，礼俗也变得难以为继。没有文字，没有法典，没有官方保护的拉祜文化，一旦记不住，就真的再也找不回。一个民族不是因为被打败才消失，而是因为他的后代不再记得如何做自己。但我们终究还是要问，像拉祜族这样从葫芦中走出的民族，未来会走向哪里？他们没有高楼，却有完整的宇宙观；没有史书，却保留着代代不息的神话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技术，却活出了让现代人羡慕的秩序与自洽。他们的简单不是落后，而是一种深刻的智慧。他们的火塘不只是炉火，更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容器，是连接祖先与后代、过去与现在的桥。在今天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拉祜人教会我们的，也许不是回到过去，
而是在变与不变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。因为我们终究要往前走，但不是非得丢掉所有东西才能上路。最后，留一个问题给屏幕前的你：你相信葫芦还会再次打开吗？或许有一天，当这个世界终于听懂了那些没有文字的歌，当年轻一代学会在城市与村寨之间自由切换，当记忆不再依赖书写，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，拉祜族就不会消失，而是以另一种形态继续活在人类的时间里。就像他们一直说的那样，我们是从葫芦里出来的，现在还在路上。你是否也曾见过这样的民族？他们的生活方式给你什么启发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长视频制作不易。如果喜欢这期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